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文心兰，也叫跳兰。这个文心兰呢，我们收到以后啊，有几点需要这个检查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把花头从下啊，可以抖一抖，看有没有出现这种比较大面积的掉花的现象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啊，这个花材呢，它本身应该是很伸展啊。这个花朵本身应该是一种很伸展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这一扎花里啊有比较大面的出现这种皱缩，就是花瓣有点缩褶皱这种情况，脱水的情况下，还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花上呢会有一些这种霉烂的这种斑点，抖一抖很容易掉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拍照找这个商家售后啊。这个文心兰呢，如果说它不脱水，或者说轻微脱水，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的处理。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茎秆比较软，它有这种脱水比较严重的现象啊，一种方式呢，咱们可以不拆开这个包装，剪根直接插水。如果说过于严重的话，我们可以考虑用纸把这个花头包裹一下，然后呢，用喷壶啊，用雾状的把这个外层这个纸喷湿。不要有这种水滴滴答答的感觉啊，只是要加强这个环境的这个湿度。所以我们用这喷壶以雾状的把外包层层纸喷的那种潮湿的感觉，增加湿度，重新剪根插水。一般情况下啊，3个小时左右啊都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花材恢复状态了，我们就赶紧把它拿出来插水就可以。用这种湿的纸包裹的话，目的是为增加这个环境的湿度。但是呢，不能长时间的这样包裹，否则的话很容易这个腐烂啊。这个文心兰呢也叫跳舞兰啊，它这个市场上啊目前有2种切花品种啊，有2种，一种是这种纯黄色的啊，还有一种是这种带点红心的。你仔细看，形态上差不多，但是其实仔细研究，感觉还是有一些不同啊。这个种呢叫柠檬黄的文心兰，这个是普通的文心兰啊，叫法也不一样。这个文心兰呢是一个应该是属于热带地区的花材，所以说呢它比较怕冷，咱们要把这个环境温度啊保持在25度左右，这样的话呢这花能开得比较好。如果温度过低啊，比如说11度以下，可能就会造成冻伤这种情况。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啊，文心兰不是特别好养，但是春秋天夏天25、6度这种温度应该还是能养比较好的啊。这个文心兰呢是一种乙烯敏感型花材。乙烯敏感型花材呢主要是2方面啊，第一个呢是要远离这个乙烯的这个发射源，第二个呢要保持通风。所以说文心兰呢要远离这个成熟的水果，因为成熟的水果呢它会散发出这种乙烯，促进这个文心兰衰老开败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通风，因为空气流动呢可以把这个乙烯的气体带走，它这个浓度没那么大，所以说这花呢就能养的时间会比较长哈。另外呢，这个文心兰呢市场上价格都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文心兰的价格基本上是按照枝条长短来说的啊，枝条越长的它价格越贵，枝条越短的价格越便宜，所以它的级别高的都是这种长枝条的这个文心兰。如果我们给这个文心兰关键词呢，我觉得温度吧，因为这个文心兰是比较怕低温的啊。如果冬季的话，要保持这个室内的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如果是夏天还好一点，所以说冬天的时候温度很低的话，这个文心兰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好养的啊。我们在插这个文心兰以前呢，首先最好是用杀菌剂啊，把这个花皮彻底的清洗一下。我们建议啊，用桶装水加保鲜剂来养这个文心兰。叶面高度也不需要太高啊，在它吸饱水的情况下，我觉得10厘米左右就完全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花啊。我们在插文心兰以前啊，要先看一下我们买的这个花啊，看买的是什么级别，就是说它从最下边一朵花到根部它的长短是多长，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花皮因为呢我们要保证每一枝花的所有的花朵都在瓶口以上。如果这个花在瓶口以内的话，它因为不通风很快就会枯萎，就会掉。如果掉在水里呢，它会造成这个水源的污染。所以说
我们在插这个文心兰以前啊，首先要选择一个我觉得长短高矮比较合适的这个花瓶来用啊。这个文心兰一般来的时候啊是一大扎，这个时候咱们在插枝以前啊，要把这个每一枝啊分开，因为它有时候可能交叉在一起。如果说这样不行的话，就是头冲下啊，这样抖一抖，然后把每一枝花分出来啊，然后把这些掉落的花瓣啊，一定要清理干净啊，以防它掉到这个水里，造成这个水的污染。然后呢，我们在插皮以前啊，要注意观察。首先呢，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茎杆上每隔一段会有一个这种表皮，类似于这种表皮的东西啊，褐色的。咱们一定要把埋没在水面以下的这个部分啊，咱们要给它摘掉啊，摘除干净。这个泡在水里很容易烂，造成这个水质的污染啊。另外呢，我们要检查一下，如果有不好的、有点腐烂的这种花瓣啊，咱们要给它及时摘掉。然后咱们在插花枝以前呢，一定要用这个清水啊，把这个茎杆一定要冲洗干净，这样的话也会防止这个细菌的滋生啊。清理完的话呢，咱们每枝花啊，就是斜剪根以后啊，马上插入这个皮儿里。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这个所有的花朵都在这个瓶口以上啊，不要没入这个瓶中啊。前面我们说过啊，这个文心兰呢是一种乙烯敏感性花材，所以说咱们一个瓶呢不要插得太挤太满，要保持这种空气的流动啊，花和花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呢，乙烯气体不容易聚集，这个文心兰呢也能得到相对来讲比较长的花期啊。这个文心兰的养护呢，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啊。首先呢，这个瓶插液它只要不浑浊、很清澈，茎杆没有泡烂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了。只是在这个水量不足的时候添加就没问题。另外，我们可以经常检查一下这个枝上这个花啊，它先开的花会先败，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有下部啊，就根部这种蔫的或者这种萎缩的这种花，咱们可以及时把这个摘掉。这样的话呢，能保持更好的这个观赏效果啊。最后呢，就跟别的花都一样啊，咱们要这个避免这个阳光直射，放在远离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位置。刚才说过啊，它是一个乙烯敏感性花材，所以咱们要远离这个成熟的水果，然后放在这个通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另外呢，要保持适当的温度，温度不能过低。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文心兰的养护是非常有好处的。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文心兰的花期应该能达到10天以上，只要温度合适，花的鲜度好，10天以上应该问题是不大的。这种兰花类的花期都是比较长的啊。这个文心兰呢是一种线条类的花材啊，所以说我们在和块状花材或者说伞状花材，就其他类型的花材搭配的时候呢，它能起到一个丰富空间、拉伸空间，使那个层次更丰富这种作用啊。而且呢，可以增添很多这种活力啊。但是文心兰呢分两种啊，这种是柠檬黄的，纯黄色的，这种是带红心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两种文心兰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啊。这种带红心这种文心兰呢，它会感觉比较喜庆、比较欢快的这种感觉。这个柠檬黄的文心兰呢，它感觉很宁静、很春天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柠檬黄的文心兰呢，可能具备一些这种小清新的这种风格特点啊。好，那这个文心兰呢，就简单跟大家聊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文心兰这个花养好。好，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水仙百合啊。这个水仙百合呢，也叫六叔花啊。我们在收到这个水仙百合的时候呢，我们要检查一下几个地方啊。首先呢，跟其他花差不多啊，头冲下抖一抖啊，会不会大面积的掉东西啊？如果掉花瓣啊、掉叶子什么的，这肯定是不行的啊。水仙百合一般是不会掉什么东西的。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一下包装里的这个叶子啊。这个叶子呢，如果出现这种比较大面积的这种黄化啊、发黄，或者说腐烂，或者说脱落这种情况呢，我们是需要找这个商家售后的啊。像这种绿绿的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啊。看叶子很绿啊。这个水仙百合呢，我们收到以后啊，如果我们感觉到这花这个茎杆是完全能支撑住这个花头的，
它不会出现这种发软下垂的迹象，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处理，直接插皮就可以啊。但是有些时候呢，如果路上运输的时间太长了，或者天气很热的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个脱水的问题。脱水问题呢，就是因为它的茎秆可能会发软，这个花头会下垂，就是有点这个弯曲啊，包括这个花下边这些小的这些顶，可能都有可能会发软下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做这个醒花的处理啊。醒花呢，我们要注意啊，不要说我们头是软的下垂的时候直接插在皮儿去醒，这样的话，如果吸上水以后啊，这个花头也会比较弯，所以说观赏效果也会差一点。所以说我们有两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这个包装不拆开，我们可以这个包装可以箍着它啊，保证这个花头是向上的垂直的这种方向。完了呢，剪根儿，咱们冲泡水，大概3小时左右啊。也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包装拆掉以后啊，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花啊，它是有点下垂的这种感觉，那我们把花头冲下啊，用一张硬一点的纸啊，把花头包裹起来，起一个支撑作用啊，让这个花头和这个茎秆是保持这种直的。这样的话，吸水以后，它这个花也不会弯，效果就会好很多啊。在我们泡大概3小时左右吧，一般就能恢复。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花材恢复状态了，就是说它已经挺直了、挺立了，能够支撑起来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赶紧把这个整个这个纸拆掉，正常平拆就可以，不要长时间的浸泡啊，这样对花是没有好处的，可能会有这种催开的作用啊。多数时候呢，咱们这个水源百合采的时候啊，都比较生，有很多时候大家看着还说买了一把叶子，因为这个花头在比较小的时候叶子会比较多，所以看出是一把叶子，这个也无所谓啊。一般情况下，这个小的花头啊都是可以开放的，水源百合不开的时候比较少，除非是质量不太好的特别生的花头有可能开不了，但是绝大部分大一些的花头都是可以开的啊。然后呢，这个茎秆和这个叶子是比较脆嫩的啊，这个水源百合跟别的花不太，有的花是比较结实，但是这个水源百合看这个叶子是比较脆嫩的，很容易断。所以说我们拿的时候收拾的时候啊，要轻拿轻放啊，不要那个暴力处理，这样的话对这个花可能会造成这种伤害啊。而且呢，这个水源百合呢是一种乙烯敏感型花材，我们跟大家聊过啊，什么叫乙烯敏感？对于乙烯敏感型呢，主要是一个是要远离这种能释放这种乙烯气体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成熟的水果什么的。第二个呢，就要保持通风啊，因为这个花本身也是会散发这个乙烯气体的。所以说，你如果保持通风的话，这个乙烯气体就比较难聚集，就很快就挥发了、飞散了。这样的话，对这个花的影响就会比较小。所以，第一是要远离这个成熟的水果；第二呢，是要保持通风的环境，花和花之间的距离呢要保持的大一点。这样的话，乙烯呢就不会聚集啊。这个水源百合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水源百合在平插的后期，它完全开放以后是比较容易掉瓣的。咱们可以提前让它下线，或者说是勤收拾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水源百合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花瓣到后期是很容易掉的。有些朋友说啊，说为什么你们买的水源百合都挺好，为什么我买的不好？这个水源百合呢，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说啊，种植水平对水源百合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是花开的状态，还有花色的表现等等。大农场种的这个水源百合质量一般是远远的好于这个小农户种的水源百合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买一些大农场出的这个水源百合。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公司啊，这个叫海盛啊，海盛这个公司出的这水源百合质量很好，花色也很好，花开的也比较好。所以说，尽量啊买这种大公司出的这个水源百合，质量会好很多啊。如果说我们给这个水源百合一个关键词呢，我觉得就是通风吧，因为刚才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水源百合是一个乙烯敏感型花材，所以说咱们一定要保持通风，这样的话呢，它能保持比较长的花期啊。我们在收拾这个水源百合以前呢，先把这个水准备好啊。首先呢，这个花皮我们一定要清洗干净啊，用一些杀菌剂之类的把这个花皮清洗干净。第二个呢，我们建议大家啊用桶装水加上百合专用保鲜剂。不是那种通用的啊，是百合专用保鲜剂，就百合伴侣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水源百合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它的后期叶子会容易发黄。如果我们用这个百合专用保鲜剂呢，相对来讲啊，它的叶片不容易发黄，能保持比较绿。
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延长这个观赏周期的一个方法吧。然后呢，因为这个水源百合的杆刚才说比较脆的啊，比较不浸泡，所以说叶面高度不能太高啊。基本上我们在10厘米以下，吸饱水的话5-6厘米都没问题啊，保持在10厘米以下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另外呢，因为这个水源百合啊，它吸水能力是比较强的。其实我们用自来水加上这个百合壮阳宝剂也可以，也能让它很好活着。但是呢，这个自来水啊，我以前没说过啊，就是自来水咱们在用的时候啊，一定要现接现用，就接完了以后马上用。这个水的温度是越低越好。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自来水要经过这种晾晒，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因为经过晾晒以后啊，这个水里就会滋生这种细菌，其实对花是没有好处的啊。好，咱们把这个花材处理一下。我们比一下这个花瓶啊，瓶口以下的叶子要全部去掉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啊，就我们花店自己操作的话，大家看一下，就这个花啊有一个分叉，我们要把分叉以下的叶子，反正一般我们都会摘掉啊。水源百合的叶子是比较脆嫩的啊，大家看一下，它很容易折断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叶子就折断了啊，像这种折断叶子是吸不上水的，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折断的叶子也要给它去掉啊。包括这个花苞，有的时候这个花苞会断，我们要把断的花苞跟折断的叶子要全部都去掉。我们在收拾的时候啊，要把这种根儿的剩余部分啊，要像这种一定要全部去干净，去除干净啊，保持很清洁，这样的话它就不太容易滋生细菌啊。好，我们把这个叶子都摘干净了，分叉一片的叶子我们都去掉了。然后呢，我们在插皮以前一定要把这个茎秆啊，用清水或者用杀菌剂也行，冲洗干净。如果有条件的话用杀菌剂浸泡个30秒左右，1分钟左右，都会起到更好的这种杀菌作用啊。然后呢，咱们每一枝花45度洗剪根以后，马上放到这个瓶里啊。还有一个我们插花的时候注意啊，这个水源百合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花头开放以后它重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切记瓶口以上的长度不能太长就是瓶口以上的高度不要超过花瓶的高度。一般情况下，我觉得2/3左右，应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了，咱们第一次插瓶的时候可以留的适当长一点，因为你要留下一个后来换水剪根的这个空间，但是不要太长如果太长的话，可能一个是造成吸水可能不是太通畅，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会造成这个折断，因为头太重的话，皮矮插的话就会容易折断。然后呢，就是这个一个瓶里的花不能插太多，要留下一些通风的空间就是花和花之间呢要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咱们刚才前面也说过它是一个乙烯敏感型的花材，保持通风对它的花期是非常有好处的在这个水源百合后期的养护中就是如果这个水不浑浊很清澈，这个茎秆没有泡烂，这种前提下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只是在水量不足的时候咱们添加就可以。如果说我们出现这个水面很浑浊，我们就一定要重新换水剪根跟第一次插盆一样，花皮要清洗干净，花的茎秆一定要水冲洗干净。如果有那种滑腻感，一定要把那个滑腻感洗掉，兑保鲜剂然后呢，每枝花如果有腐烂的部分我们把所有的腐烂部分全部剪掉，直到露出新茬为止水仙百合的这个花蕊其实摘不摘呢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要摘的话，你让它刚刚绽放的时候摘，花蕊也不会弄脏手什么的，因为它们还没有粉末化，还是属于一种固体，所以要提前摘。最后呢，就是这个水源百合跟绝大部分的花都一样要避免这个阳光直射放在这种阴凉通风温度相对比较低的地方，因为它是乙烯敏感性的花材嘛，所以说远离这个成熟的水果，保持它这个通风相对比较低的这种环境温度，对这个花的花期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水源百合的花期还是挺长的虽然说后期会掉瓣，但是说如果像这种花苞状态我们养的话，一般情况下7到10天问题是不大的夏季的时候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可能会时间短一点，冬季的时候很冷的时候相对来讲花期会比较长，所以说它这个温度可能会对这个花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水源百合在搭配上呢，我认为它是一个伞状的花材，所以说咱们在插花的时候大多数咱们这个水源百合是作为填空用的，
但是呢，这个水源百合它的枝条啊比较长，所以说有些时候啊，咱们在做插花的时候，也可以作为拔高的作用。另外呢，水源百合的颜色非常多啊，不同颜色的水源百合啊，就适合不同风格的这种花材搭配。好，那这个水源百合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水源百合养好。大家好，这里是传说花。今天呢，咱们聊聊这个马丽金啊。这个马丽金呢，我们收到以后啊，要检查一下，大多数花都这样啊。我们收到花以后啊，先头重下走一走啊，个别掉一个两个的问题不大。如果是大批量的掉，这样的话就不对了啊。我们把掉的收集在一起，跟这花一块儿，要给这个商家拍照售后啊。马丽金呢，我们看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这个花头的部分，它是一个一个小柄带着一朵朵小花，这个花呢掉了一两朵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个上面的花是大面积的掉这种花的话，肯定就不对了啊。另外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包装纸包裹的这个部分的叶子，它应该是绿色的。如果说这个叶子有这种粘连呀、这种腐败啊、变质啊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找这个商家进行售后啊。我们收到这个马丽金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下啊，如果说这个茎秆是可以支撑起这个花头的啊，包括这个柄啊，就是花的这种柄，它如果不软能够支撑起这个花头，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脱水。正常情况下啊，只要不脱水，我们正常评价就可以。如果说我们这茎秆很软，这个柄已经支撑不起这个花头，它已经有下垂蔫软这种迹象，就一定要做这种醒花的处理啊。一种方式呢，咱们是外边这个包装不要打开啊，让它保持，让这个花儿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花儿和杆子是一条直线上，它是垂直的。吸点水以后，这花也会是直的。如果说不包的话啊，就是你反着放，它倒着放的时候，它可能最后这个花不太容易直。所以说，一种是不拆开包装，另外一种可能用硬纸裹一下，让它保持是直的。这种情况下，咱们剪一下根，深泡水，一般情况下2到3小时都是可以恢复的啊。这个马丽金呢，也不要泡的时间太长啊。我们看到它恢复活力了，能直立起来了，咱们就直接给它打开插直就可以啊。这个马丽金呢，是夹竹桃科的植物啊。这个科的植物呢，都有一个特点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在掰掉这个叶子的时候看，还有这种小枝的时候啊，它会冒出这种白浆啊。这种白浆呢是有毒性的，千万是不能入口的。但是呢，拿手摸哈，比如说我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一些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过敏的反应。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啊，在收拾这个马丽金的时候啊，最好是佩戴手套啊，戴手套以后就会好很多。如果粘到手上，咱们可以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掉就可以啊。但是千万不要入口啊，摸一下，有些人是没问题的啊。如果说咱们给这个马丽金一个关键词，我觉得就是毒性嘛，就是白浆。毕竟我们买花是为了欣赏它，咱们不要因为白浆这个问题造成自己这个手啊、皮肤啊过敏，其实也得不偿失的啊。所以说，我觉得马丽金呢，我给它关键词就是这个白浆啊，或者说这个有毒性的这个白色液体啊。我们在收拾这花以前啊，首先我们把这个水准备一下啊。我们首先要把这个花瓶呢彻底的清洗干净啊。然后我建议啊，用桶装水加保鲜剂来养这个马丽金。液面高度不用太高啊，在它吸饱水的前提下，基本上在10厘米左右就没问题，也没有必要太高啊。然后咱们处理一下这个花啊。首先最根本的一点啊，就是说咱们所有的花平头以下的叶子是一定要去掉的啊。另外呢，这个马丽金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最下边一朵花，大家看它是分叉的。我们一般把最下边一朵花的大部分的叶子都会去掉，这样的话呢，会防止这个叶子跟这花头啊争抢水分啊。所以说大部分的叶子去掉，这样呢会更好的水分供给这个花啊。而且大家看一下啊，如果用侧枝的话，我们掰的话建议用剪刀啊，否则的话你这么使劲往下一撕，可能会把这个表皮撕坏了。所以说如果有这种侧枝，尤其比较粗的这种侧枝，咱们最好是用这个
剪刀来处理这个侧枝，而不要用手去往下掰。如果你非要掰的话，往侧面掰啊，往边上掰，不要往下撕。好，我把这个叶子啊基本上摘完了，一枝上留个几片就行，不要留太多啊，否则会抢了养分。咱们在插枝以前啊，一定用清水啊把这个茎秆冲洗干净，尤其是我们摘叶子以后这个白浆的部分啊，最好冲洗干净，否则会造成这个平插叶的污染啊。好，我把这杆都洗完了啊，然后咱们把它插这个皮里啊。每一枝花呢，咱们斜剪根啊，就是45度的这个斜剪根，然后马上插到这个皮里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这个一皮里呢，不要插的太多啊，要留下一些空间。基本上所有花都是这样的，留下一些空间，保持这个空气流动，这样的话对这个花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马内金我新买的啊，它的花头稍微有一点软啊，不是很严重，有一点软。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把这个里边多加一点水就可以了。叶面高一点，比如说20左右，它就比较快的能缓过来。如果等它吸饱水以后啊，这个水量会减少，咱们基本上保持在10厘米左右，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后期的养护呢，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啊，只要这个水是清澈的啊，干净的，茎秆没有这种泡烂的迹象，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只是在水量不足的时候添加就可以。基本上在吸饱水以后啊，我们保持在10厘米左右的叶面高度就没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呢，就是要避免这个阳光直晒啊，就是远离冷热源的这个出风口的位置，放在这种阴凉的、通风的、相对环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会得到这个比较长的这个花期吧。这个马内金的花期呢，基本上在1周左右的时间吧，也是看环境温度啊。如果温度高，可能会花期短一点；温度低呢，相对来讲时间就长一点啊。最后呢，我来说说这个搭配的时候啊，这个马内金的用法啊。首先呢，我觉得这个马内金呢，它是一个，你看一枝上有挺多花头的啊，所以说它呢应该是一种伞状的花材。基本上我们和块状的花材啊，还有这种竖线条的，就这种大朵的花一起插的时候呢，一般是作为这种填空的花材来用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马内金的花呢，基本上都集中在花头的部分啊，而它茎秆又比较长，所以我们在插一些大型作品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加长，作为一种线条来用，也是可以的啊。这个马内金的颜色呢，大概有橙色的，还有这种红色的、黄色的，还有这种紫色的，也有白色的啊。总的来讲呢，这个马内金这个花的颜色啊，是属于比较浓重、比较饱满这个颜色，所以说呢，它更有一些秋天的调子，就是说比较适合秋天调子的花。同时呢，因为它这个颜色啊，我觉得也比较适合于搭配什么呀？就是这种颜色比较厚重、比较饱满、比较丰富的那种欧式风格的花材搭配，我觉得这个马内金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毕竟它的颜色是比较浓重、比较饱满。好，那这个马内金呢就跟大家简单的聊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把马内金这个花养好。好，谢谢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聊这个珍珠梅哈。这个珍珠梅呢，我们收到之后啊，要检查几个地方啊。第一个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花啊，珍珠梅开放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收到这个花是这种花苞状态的，会比较好啊，最好是白色的花苞状态。如果说我们收到这个珍珠梅呢，它开放度比较大，都已经完全开放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拍照啊，找那个摄像师后，因为它的花期是比较短的，它一旦开放以后，它会保持多长时间。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下边的叶子啊，如果说它下边这个叶子是比较绿的啊，很精神的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下边这个叶子，尤其是塑料袋包裹的部分，如果出现这种腐烂啊、变质、这种批量的掉叶子，或者说发黄这种，我们也可以找这个商家售后啊。基本上珍珠梅嘛，就是两个问题啊。这个珍珠梅呢，我们说到以后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花的茎秆啊，是可以完全支撑起这个花序的啊，花序部分它是垂直的、有力的，不会出现这种粘软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说明这个花呢不脱水，或者说是轻微脱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处理啊。如果我们感觉这个花
已经粘软下垂，包括这茎秆已经发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做这个醒花的处理啊。醒花处理呢也很简单啊，一个是咱们外边这个包装啊，咱们可以不打开，就让它这么裹着，让它保持这个花和这茎秆是直的啊。如果说拆掉包装以后，咱们可以用硬纸把花头包裹一下也可以啊，就是把硬纸包裹完以后，让它保持是直的情况下，剪根深泡水，一般情况下3个小时左右吧，就可以这个恢复活力。我们一旦发现它恢复活力了，硬挺起来了，我们赶紧拿出来平插。因为这个珍珠梅的花期比较短，你长时间浸泡以后，可能会造成这个花期的缩短，它会很快就开了啊。这个珍珠梅呢是一种木本花材，它基本上上市的时间基本上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吧，就这段时间天气特别热，它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只有这个相对来讲还凉快一点时间会有啊。这个珍珠梅呢有一个缺点啊，可能很多人可能不太喜欢的，就是说它这个花啊完全开放以后，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多的这种掉渣的情况，就是桌上呢就比较难收拾，这是一个珍珠梅的一个缺点。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啊，我这个珍珠梅质量很好啊，它花苞已经发白了。如果说是那种很生的花苞，如果采的非常生，花苞很小很绿的情况下，那种情况有时候不太容易开。如果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加点那个 HVB 啊，就促进这个花材吸水，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啊。如果我们给这个珍珠梅一个关键词呢，我觉得就是低温吧，因为这个珍珠梅啊受这个温度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说天气一热或者环境温度一热，它会很快就结束了。所以说保持低温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啊。咱们在处理这个珍珠梅前啊，先把这个水啊要准备一下啊。首先啊，我们要把这个花皮彻底的清洗一下啊。我们建议使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来养这个珍珠梅。叶面高度呢不需要太高啊，一般情况下加了保鲜剂的话10厘米左右就没什么问题。这个珍珠梅的吸水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强的。然后咱们处理一下这个花啊，把它这个花皮比一下啊，就是说瓶口以下的叶子要去掉，因为这个太高了。我前面说过，咱们这个插皮的话啊，瓶口以上的高度比较高于这个瓶高啊，所以说咱们不用插那么高啊，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把瓶口以下的一定要剪掉啊。另外呢，这个叶子啊对抢夺水分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咱们尽量把这些大的叶片去掉啊，留一些小的叶子就可以。一枝上留个2-3片就没问题啊，不用留太多，留太多容易抢夺那个水分。咱们在插枝以前呢，一定要把这个茎秆啊，比如这种脏的地方啊，用清水一定要冲洗干净啊。冲洗干净后，咱们每枝花啊斜剪根45度这种斜剪根，剪完以后马上插到这个皮里啊。插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啊，就是一个皮里啊不要插太多，花和花之间呢要留下这个空隙，这样的话呢便于这个空气的流动啊，通风好，花的养时间也长。在后期的养护上呢，这个珍珠梅啊其实挺简单的啊，这个不难。首先呢，只要这个水不浑，这个茎秆没有泡烂，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只是在水量不足的时候啊添加就可以啊。另外呢，就是这个花头上啊，就不要大量的喷水，造成这个花苞里边都是属于这种存水啊、积水啊这种状态，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花苞发黄发黑，它开不了。雾状的问题不大，但是你不要大量的喷水啊。最后呢，就跟其他花差不多了啊，就是要避免这个阳光直晒啊，完了远离这个冷热源的这个出风口位置，然后放在相对来讲啊阴凉通风相对环境比较低的地方，这样的话呢能得到比较长的花期。尤其是这个温度啊，这珍珠梅的温度的敏感度是很高的，如果温度太高的话，这花就会开得很快啊。如果我们买这个花呢不是特别开啊，花苞状态，然后呢环境温度又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啊5到7天问题是不大的啊。这个随着温度的上升，花期就会缩短，温度越高，这个花期越短，它开得越快啊。这个珍珠梅呢，从形态上来说啊，比较偏向于一种这种雾状的花材啊，全是一个一个的小颗粒嘛。这种雾状花材呢，一般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啊，多用于这种填空的这种作用，就是说怎么用快乐的花插完以后，用这个
珍珠酶去填补这个空间，因为它有尖儿嘛，所以说看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层次也比较好，所以说它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填空的花材啊。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珍珠酶呢是属于一种白绿色，所以说呢它比较偏向于一种小清新的这种风格特点。另外呢，你看这个叶子和这个花它是比较松散的感觉，所以说呢可能又偏向于这种自然风格，所以说我觉得搭配一些自然风格的插花呢，我觉得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好，那这个珍珠酶呢就跟大家简单聊这么多啊，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珍珠酶养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向日葵啊。咱们收到这个向日葵的时候啊，主要有2个地方啊。第一个地方呢，是我们看一下它的开放度是不是过大。它如果出现开放度过大，花瓣开始脱落的这种情况，就是有掉瓣的这种情况，咱们要拍照找商家售后啊，这是第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杆啊，它底部的杆应该是芯是这种白白的啊，绿色的，这个杆没有浸泡的迹象啊。如果我们发现这整扎的花这个杆有泡烂的迹象，这个芯啊，白色的芯已经变色，而且已经腐烂了。如果很严重的这种情况下，这一扎都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拍照找这个商家售后，说明它存的时间过长了。另外呢，我们收到这个向日葵以后，拿起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茎秆是完全可以支撑住这个花头的，就是花头没有变软，茎秆也没有变软，它是可以直立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说明这个花不脱水，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处理啊，或者说它微微有一点软啊，就是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比如这只啊，它稍微有一点软，但是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属于轻微脱水，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必要做这个醒花处理，直接插皮儿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收到这个向日葵以后啊，它的这个茎秆是很软，已经支撑不起这个花头了，这个弯曲的非常厉害，而且花瓣呢也感觉很黏很软的这种感觉，我们就要做这种醒花处理。醒花处理呢一般2种方式啊，一种方式呢咱们就是一扎花啊，如果有外包装的话，我们不要把外包装打开，要箍住这个花啊，让这个花头是保直，和这个杆子在一条直线上啊，这样的话剪根泡水，一般情况下2-3个小时就能恢复啊。如果说这个包装已经打开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把花头并在一起啊，让它直直的这种感觉，这样，然后呢用硬纸把花头包裹一下，让它保持这个花和这个茎秆是在一条直线上垂直的，固定住以后，然后再剪根再泡水，一般情况下啊3个小时左右就能恢复。这个向日葵呢，在夏天的时候开花速度比较快的，所以说我们不要长时间的浸泡啊。我们只要发现这个茎秆挺直了，能够挺立了，能够把这个花头支撑起来了，我们马上把它打开，正常平插就可以，不要泡的时间过长哈。这个向日葵呢，花色是很多的哈，这种呢是一种普通的向日葵啊，还有比如说巧克力向日葵，就是巧克力色的，还有这种油画向日葵，还有这种啊，比如这种啊奶油向日葵，就是白色向日葵，还有绿心向日葵、泰迪向日葵等等，非常多的品种。一般情况下啊，在这个夏秋季节啊，就是向日葵的品种很多，可以看到很多的品种。但是，一般在冬季的时候，初春的时候，这个向日葵呢品种是比较少的。一般情况下就只有这种普通向日葵，还有这种绿向日葵比较多，别的品种一般会比较少见。向日葵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哈，可能大家都遇到过，尤其是冬季的时候啊，这个向日葵出现一种情况啊，看就跟这个奶油向日葵一样的，它只开到这种程度，它就不再开了，它就这样固定了，就开不大。这种情况呢，一般情况是因为光照不足造成的，就是种植期间的光照不足造成的。所以说冬天的时候这种情况比较多，而且这种向日葵一般情况下杆都是很粗的，一般细杆的不会，杆子很粗的那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向日葵无法完全开展。这个奶油向日葵啊，或者说白色向日葵有一个特点，这种向日葵的品种特性就是这样啊，它很难开展。大家看一下，基本就这样，它开不大。接着慢慢就会枯萎了，所以说大家购买这个奶油向日葵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品种向日葵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都非常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是一个品种的原因哈。这个向日葵呢，很多朋友啊说买了过生的哈，老担心这个花开不了啊。但是这个向日葵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开的花哈。如果比这种如果再生一点完全包住的，一般情况下也是可以开的。夏季是一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冬季的时候啊，天冷的时候可能会差一点，
但是夏季的时候，基本上花苞都是可以开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大家都知道啊，向日葵这种花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茎秆啊，非常非常容易泡烂。有人说水泡到哪儿，它就烂到哪儿。虽然说可能处理正确的话没有这么严重，但是确实这个向日葵的杆很容易泡烂的。它之所以泡烂的原因，就是因为细菌滋生过多造成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给这个向日葵一个关键词，我觉得就是杀菌啊。我们只要把前期的各个杀菌工作做好，才能保证后期尽量使这个向日葵的杆延缓腐败。我觉得这是一个养向日葵的关键啊。咱们在处理向日葵以前啊，咱们先把这个水处理一下啊。首先呢，杀菌的第一步就是清洗花瓶。我们这个花瓶呢，最好是用巴斯消毒液或者二氧化氯的这种杀菌剂来彻底清洗。然后呢，我们建议啊用桶装水，因为桶装水细菌滋生会比较慢，它的原生细菌会比较少，所以我们建议用桶装水加上保鲜剂来养这个向日葵这个花。同时呢，出于杀菌的目的啊，我们还可以在加保鲜剂的同时增加一些杀菌剂，比如说巴斯消毒液啊，比如说这种二氧化氯啊，二氧化氯片。巴斯呢，基本上1000毫升有个3-4滴的样子就够，不能太多啊。这个二氧化氯呢，一般买的时候啊，这二氧化氯片上都有这个计量用法，按这个计量用法就好。向日葵呢，我们不能用深水养啊，要用浅水养，叶面高度不要超过10厘米。如果用保鲜剂的话，有个5-6厘米，其实也就差不多了啊。当然了，这个向日葵如果网购的话啊，第一次上水它的吸水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说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水量增加一点，比如10厘米或者15厘米。这个向日葵的处理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叶子啊，向日葵的叶子跟花头抢水分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咱们要去掉绝大部分的叶子，一枝花上啊留个1片或者2片，这是最多了。去叶是向日葵处理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步啊。还有一些向日葵呢，比如说泰迪向日葵啊，它会有那种侧枝，如果侧枝的花头会比较小的话，我建议大家处理的时候啊，把这个侧枝切下来，只留中间那个主花就可以了。侧枝嘛，咱们单独插那种小皮就可以。好，咱们这个向日葵上啊，绝大部分叶子都去掉了。然后咱们在插花以前啊，出于杀菌的目的啊，一定要用清水或者是杀菌剂把茎秆冲洗干净啊，就不要留下这些，比如说叶子的根部啊，还有一些灰尘啊，一定要冲洗干净。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可以用杀菌剂把这个进水的部分放在这个杀菌剂里，比如巴斯或者二氧化氯这种杀菌剂里，浸泡个大概30秒到1分钟的样子吧，让它把这个细菌尽量的杀掉。这样处理完茎秆以后啊，咱们每一枝花洗剪干以后啊，完了马上插到这个花瓶里啊。咱们插瓶的时候呢，要注意啊，瓶口以上的高度不要高于这个瓶高啊，因为过长的话可能对吸水会有一些阻碍。所以在第一次插的时候啊，可以给它稍微留一个空间，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跟瓶高差不多这样。第一次插这个花啊，一个瓶里呢，咱们不要插的花插的太多，也可以让花跟花之间留一些空间，这样的话便于通风，对这个花材的花期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啊。这个向日葵的后期维护呢，只要这个瓶插叶啊，这个水是清澈的不浑浊，这个茎秆没有泡烂的这种前提下，我们就没有必要换水。如果在水浑浊的时候啊，茎秆已经泡烂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换水，一定要彻底的把清洁工作再次做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花瓶要重新用杀菌剂再次彻底清洗干净了，向日葵的茎秆在插以前一定要重新冲洗，如果有腐烂的部分要全部剪掉，直到露出这种新茬为止。咱们要避免阳光直射，尽量避免放在这个冷热源的出风口的位置，放在这种阴凉通风相对温度比较低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可以保持比较长的这个花期啊。我们整个向日葵的养护包括处理都是围绕着2个字来做，就是杀菌啊。这个向日葵的花期呢，在那个夏秋季节保持个1周左右的花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在冬季的时候啊，10天以上10几天都是可以的。从形态来说呢，这个向日葵是一个块状的花材，一般情况下啊，我们和别的类型搭配的时候，一般作为这个焦点花来用的时候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向日葵呢颜色很多哈，不同种类向日葵呢，我觉得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咖啡向日葵
或者这个油画向日葵，比较适合于怀旧啊、欧式啊，就这一类的风格特点。如果绿球向日葵，还有这种比如说奶油向日葵，相对来讲它感觉比较清新，所以说呢，它可能更有一些这种小清新的这种风格特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选择不同类型向日葵来做不同类型的这种花色搭配。好，那这个向日葵呢，就简单跟大家聊这么多啊，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向日葵这个花养好。好，谢谢大家好，这里是赵师说花，今天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宝塔绣球啊，也叫圆锥绣球。我们收到这个宝塔球的时候，我们要先看一下啊，这支呢就相对比较开的啊，但是这支呢就感觉比较生的啊。如果说我们收到以后啊，这个宝塔球完全都开了，全是这种白色的，完全都开了，而且呢它已开始有这种掉花的现象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找这个商家进行售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叶子啊，尤其这个塑料包装里边的叶子啊，就是很容易出现这个粘尾啊、腐烂啊这种现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找这个商家进行这个售后啊。这个宝塔绣球我们收到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感到这个茎秆是比较硬的啊，就是它能支撑起这个花头，这种情况下，花瓣没有粘软的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可以说明它是不脱水，或者只是一个轻微脱水。咱们正常插皮就没问题啊。如果说我们这个茎秆已经有点软了，而且这个花比较这种粘软的这种迹象，就有可能是脱水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一下这个醒花的处理。醒花处理其实也很简单啊。第一个是我们可以不拆开这个包装啊，让它保证有一个支撑，让这个花是直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啊，绣球类的花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用一个纸巾盖在这个绣球的花头上，完了用水喷湿，雾状的喷湿啊，就不要那种水淋的，喷湿以后包裹这花头，然后再减根深泡水。这种情况呢，可以增加这个空气的湿度，让这个绣球尽快恢复这个活力啊。所以说这个盖上这个一个湿的纸巾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在醒花的时候，或者说在花材轻微脱水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情况来处理啊。一般减根以后深泡水大概3个小时左右就能恢复这个活力了啊。这个宝塔绣球呢，或者说圆锥绣球啊，它是一个木本的花材，它的杆是木头啊，木本的。木本花的缺点就是吸水能力比较差，就是没有草本的吸水那么好。另外一个呢，这个宝塔绣球的这个花上花瓣非常多，所以说这个宝塔绣球的水分挥发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就可能会造成水分挥发的速度大于这个花材吸水的速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花就会脱水。所以说这个是宝塔绣球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要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宝塔绣球啊，花苞的时候啊是浅绿色啊，开了以后就是白色，所以说它有一个颜色的这个变化啊，大家应该理解这个颜色变化，在插花的时候可能根据大家需要的这个情况来使用啊。如果我们给这个宝塔绣球的一个关键字呢，我觉得就是吸水，怎么能让它更好的吸水，更多的吸水，我觉得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的水分挥发速度是比较快的啊，减少水分挥发，促进花材吸水，是养好这个宝塔绣球的一个关键点啊。咱们在处理这个花材以前啊，先把这个水准备好啊。首先呢，花皮一定要彻底的清洗干净，然后我们建议啊，用桶装水加保鲜剂，最好再加一些 HVB， 因为 HVB 对木本花材的吸水是非常有好处的。桶装水加保鲜剂加 HVB 来养这个绣球这个花，因为这个绣球是个木本花材啊，所以说叶面高度高一点也没关系啊。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用高水位来养这个宝塔绣球，一般叶面高在15到20厘米左右都是没问题的，叶面高一点，这会促进它的吸水能力啊。然后咱们处理一下这个花材啊，绣球类的花都是这样啊，我们把大部分的叶片去掉，最多留个1片2片，其实不留也不是不行啊。如果这个叶子有锈斑的话，一定要去掉，你看留个2片叶子就可以了，叶子不能留的太多啊。咱们在插皮以前呢，一定要把这个茎秆啊用清水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细菌的滋生啊。咱们这个茎秆冲洗干净以后呢，每枝花啊，木板花材为了促进吸水，所以咱们要10字切口啊。这个花材咱们要切10字口，横一刀，竖一刀啊。
切十字口的目的是为了增大这个吸水面积，便于这个花材吸水啊。咱们切完十字口以后啊，马上放到这花瓶里。比如说，如果咱们这个枝条比较细，咱们切十字口比较费劲的话，那切斜口也可以，但是尽量切十字口啊，因为这样可以促进这个花材的吸水啊。然后呢，跟很多花一样啊，就是这个咱们这个花啊，一瓶啊不要插太多，要保持这个空气的流动，这样的话对花期是有好处啊。另外就是瓶口以上的高度不要超过这个瓶高，因为宝彩球的花基本上是在花头上，如果你太高的话，它可能会对吸水造成困难。基本上呢，这个瓶口以上的高度大概在瓶高的2/3左右，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合适啊。在后期养护上呢，这个宝彩球啊，我们只要这个水很清澈不浑浊，这个茎秆没有泡烂的这种前提下，我们就没有必要减根换水啊，只是在水量不足的时候添加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因为这个宝彩球大家知道它的水分挥发速度比较快，我们要让它补水的话啊，可以用这个喷活啊，以雾状的把这个花头上稍微喷一点水，雾状的，目的是加强这个附近的这个空气湿度，让这个花瓣的水分挥发不要太快，但是呢，不要造成这花瓣上的积水。如果说这花瓣里边造成积水了，它很可能就会腐烂，然后变质，所以对花期反而会有影响。所以说，雾状的以增加环境湿度为目的的这种喷水，稍微喷一点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大面积喷水啊。最后呢，就是避免这个阳光直晒，避免放在这个冷热源的这个出风口位置，就不要放在风口的位置。然后呢，放在相对来讲啊，阴凉的、通风的、环境温度比较低的地方，都是为了减少这个花材水分的挥发。所以说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啊。这个博大秀球的花期基本上在1周左右吧，只要温度不是特别高啊，一般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在花材搭配上呢，这个宝塔秀球啊属于块状花材，而且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一般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啊会把这个宝塔绣球作为主花材或者主基调或者说焦点花材来使用。然后呢，这个宝塔绣球呢，它在没开的时候啊是浅绿色，开了以后是白色，等于是很浅的绿和白，它的颜色上是一种小清新的这种风格类型。一般情况下啊，我们搭配一些浅色系的花，比如说浅黄、浅粉、浅紫，搭配一些这种花材，做这种小清新类型的这个风格搭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那这个宝彩绣球呢，就简单跟大家聊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呢都能把这个宝彩绣球养好。其实这是一种小清新类型非常明显的花啊，插花一种浅色的花是非常漂亮的。好，谢谢大家。